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讲这个量子电路视觉化的这个绘制以及分析哦。我们前面啊，基本上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准备了这个量子位元啊，我们要准备1颗啦，有准备8颗的哈。在 CIRQ 里面啊，我们目前看到的资料是，它现在目前最多可以帮我们准备20颗哦，准备20颗。好，所以如果超过20颗，这问题就稍微有点大了啦哈。好，那在上面呢，我们就准备好这个量子位元。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设计那个电路哦，那个电路呢 print 了出来，基本上它现在是用纯文字的方式啊，下去你看起来可能它不是那么好看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单元呢要去讲一下，如果你想要看到这个比较好看的这个量子电路图的这个视觉化，看起来比较赏心悦目，也比较容易去做一些设计跟除错啦哈。这个时候你就可能要看一下这个视觉化怎么来去做处理哈。好。在 CIRQ 中呢，这个量子电路的这个预设输出方式啊，它是以纯文字的格式啊下去做呈现。好，那为什么要做纯文字啊？那是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些大部分资料都是用纯文字啊再去做记录的啊，所以对文件的记录啊、资料储存以及资料交换，基本上会比较方便一些。这种方式啊，基本上如果对于这个视觉化的呈现啊，基本上它不是最直观的，因为它如果真的版型跑掉，这个到底跑版跑多严重我们看不出来哦。然后比较有经验才会看，就会知道说啊。这里好像歪掉了，不然就是这个不是歪掉了，这个是电路设计本来就这样的，这边有缺一颗。好，如果我们要用这个比较美观的这个电路绘制的方式呢，在那个 CIRQ 里面，它有提供 SVG 的这个图像的这个产生的方法，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把它 import 出来，你把这个 CIRQ 它下面的这个 SVG 的方法把它 import 出来啊，并且把它找个好的名称把它命名起来了。我这个名称写的有点比较长，我们叫做 SVG 的这个电路图哦。好。这里呢，它的做法一样，前面都没有变哦，也是一样，你可以宣告一个量子位元出来，然后呢，设计好你的量子的这个电路，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呢，你可能要先把量子位元放到你的这个量子电路上面，在这里通常我们会去加一个这个哈达码CIRQ 哈达码加进去。好，接下来我们原本做法就是，我们就直接把电路图印出来，看跟我们原本设计的想法到底对不对了哈。在这个地方呢。你就直接使用 CS， 用这个 SVG 用 SVG 直接把这个电路把它画出来。这画出来了，基本上就长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0这个0就是我们第一个这个量子位，它的坐标在00这个位置。接下来呢，这个进去之后，这条路进去之后呢，遇到一个闸，这个闸叫什么？这个闸叫做哈达码。哈达码做什么事情？专门针对单一个就是单量子下去做叠加状态的这个变化。所以它遇到哈达码之后呢，它的这个量子状态基本上就呈现成叠加的这个状态了。好，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你把电路图透过这种 SVG， 它就可以把它显示出来。那一个清晰和美观的这个量子电路图基本上可以更好的去理解量子操作和结构特别是在一个复杂的这个量子电路上面。刚才提到了，如果你要去取得一些更直观或者是更美观的这个量子电路图的话，你就直接使用 CIRQ 里面提供的这个 SVG 的格式的这个绘图工具直接把它 import 进来，就直接下去做绘制了那如果你需要绘制更多的量子的这个图像的话，基本上你就是直接用像我们在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我们上一个讲的这个乱数产生器的这个量子电路图。好，在这里面呢，大部分的程式码都没有变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直接宣告8个就是我们在 CIRQ 里面叠8颗让它叠8颗，就是从00、01、02、03、04、05、06、07然后呢把它汇整到我们的 qubit 里面。接下来我们创立了一个这个量子电路创立了量子电路，然后呢我们针对每个 qubit 一项一项把它加到谁身上？加到我们这个电路上面，然后在加的过程中呢这 qubit 加进去之前呢，我们有把它放到谁身上？放到哈达码身上。然后接下来因为我们的资料要去做观测不然我们没有办法产生乱数的时候，我们需要它可能是落在0或者是落在1里面，经过观测它就会塌缩塌缩之后它就可能掉到0身上或者掉到1身上。所以这个设计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用什么东西？我们就会原本是用 printer 啦去看我们这量子电路。这个时候呢，你是用 SVG 去把这电路画出来，长得就像这样子起点是00都是0，然后呢第0个、第1个、第2个、第3个，总共有8个每一个进来之后呢，都会经过哈达码发生什么事情？去变成这个叠加态叠加态再往下走之后呢，发现了一个观测点这个观测点呢，它会使它目前的叠加态发生坍缩。这时候呢，这一个到出去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呢，它有可能变成0，也有可能变成1，所以这边地方就会发生000000，或者变11111或者010101反正随机的。
所以这个结果在我们这个乱数产生器里面的案例呢，就是最后把这个二进位0跟1的这些二进位的资料把它转成十进位，你就可以拿到一个乱数产生器所产生的这个资料数值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这个程式码上面我们的程式码现在目前还没有跑过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现在要去做乱数产生要去做乱数产生的话基本上呢我们就是透过这个 CRQ 去产生0到 n 个这 n 的基本上是8啦，产生8个量子位元，因为2的8次方呢，基本上它可以 cover 0到25之间的一些随机乱数。好，接下来我们就是建立我们这个量子电路，然后把每一个 qubit 加上我们的哈达码并在我们的电路后面。好，接下来就是记得这个每一个后面都要加。这个通常一个一个加了，观测的一个一个加它直接用型号跟大家讲说，我所有的 qubit 全部都要加上一个观测点。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电路把它输出出来，长得就像这样子。接下来呢，我们要建立一个模拟器，然后来去执行这个模拟器，执行几次？执行一次。那这执行结果呢，长得像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长这样子，000000111就1 2 3 4 5它前面这几个，它这里就是这个。00000后面这3个是11，所以我们把这个结果怎么样抽出来把这个结果抽出来，直接从二进位转换成十进位，所以呢000000111就是数字7十进位的7。好，那如果说这件事情你要把它做得比较美观的话，你把原本的什么东西，把原本这个输出电路的地方，因为这两个刚好没有办法一起使用有时候可以啦，不过它应该有时候因为它那个 SVG 在绘图的时候，它可能先后顺序有一些问题所以变成是量子电路的输出跟绘制呢，它有时候它是没有办法一起呈现的，所以这个地方通常我会决定使用其中一种好，总之呢，我先把原本的纯文字格式把它关掉，然后留下这个 SVG 的版本画一下。好，这个地方呢，你就会看到它现在就是一个精美的版本我把这个解开，解开我再画一下。好，这个是纯文字的版本。好，然后这个呢是这个精美图片 SVG 的版本，在这里你会发现，这个画面输出怎么跟我们在简报上面看到有点不太一样？这里怎么会有一些 warning 的讯息好，来我们看一下上面的讯息是什么意思？它这里指的是说，它在绘制的过程中发现这一个字形不存在，它这个是它的字形的这个家族这个文字不存在，所以呢导致于说它这个字形上面呢，它就变成是它随便调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 Colab 的这个虚拟云端的主机里面它本身应该是没有带有字形库了针对这个问题有一种叫做眼不见为净的另外一种方式，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处理掉的话，你可以针对它的这个 log 的资讯要求它把特定的资料把它移除掉像我这个涡轮资料把它移除掉，执行过。这个执行过之后呢，它之后这种很小的问题，它不是真正的问题基本上它就不会再出现它就不会再出现。OK，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我们刚刚前面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刚刚是用了8个量子位元然后去做了这个2的8次方它具备有这个可以产生0到25的这个数值资料。我们一直在提量子位元它基本上它是一个这个量子计算中非常珍贵的资源，尤其是目前的量子技术阶段，对于量子的数量是相对稀缺我们现在目前在 CRQ 里面可以运用到的量子的这个位元数大概就20个。如果说你超过20个，什么叫超过20个？超过20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例如，我们在前面讲这个 NNIST，NNIST 呢，它的资料集是怎么样？它的资料集呢就是28乘28，2828784。好，这784呢，基本上对于我们在做这个类神经网络的那个 input 需要几个神经元，就是784个。如果你希望用量子位元去做这个类神经的计算的话，那就表示什么？你的 input 要有784个量子位元，哇，马上就炸掉了为什么？我们 CRQ 就20个就20个怎么样去对应到784个？有一些同学反应不错如果你用CNN，你如果用CNN 784特征提取之后然后呢再把它用这个 pooling 的方式降到最后了终于来到了20个范围以内，那能不能去做量子计算去做这个分类？理论上是可以，可是里面有一些技术上的细节我们后面再来谈。总之量子位元呢是我们量子计算中非常珍贵的资源，所以通常当然有越多的位元数当然会越好用这是肯定的。可是我们现在就是数量没那么多，数量没那么多的话怎么办在实际的运用中我们目前很难去提供足够的量子位元进行有效的运算因此呢，
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的量子位元啊，对于我们在实现这个量子计算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例如说，我们刚刚前面举那个这个 Hello World 的例子啊，就是怎么样使用量子位元去做这个随机数的产生。好，那我们根据我们这个数量啊，我们可以，例如说0到25嘛，我们可以用8个。好，如果说我们现在要产生一个随机更大的数字的话，刚好超过我们的量子位元可以这个提供的数量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做到了啊。好，其实针对这个问题它很好解决啊，因为呢，我们这个随机数基本上一个量子位元它就能产生一个这个随机结果嘛，所以呢，对于我们需要产生这个8个这个量子位元，基本上其实你让它反复做8次就可以了，反复做8次。好，所以这件事情啊，我们就直接回到我们的程式码上面来看一下哦。一个量子位元的这个乱数产生的方法。好，首先呢也是一样，前面都没有变的，先 RQ， 然后这个时候呢哪里不一样？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要建立一个量子位元就好，只要用一个，然后呢反复的去使用那一个，所以你量子位元建立好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建立这个电路不过我们电路先没出来，我们先准备好我们模拟器啊，这模拟器啊随时准备启动哦。好，然后我们需要有个地方来去记录我们这个二进制的这个产生出来的结果列表，因为我们这个一个量子位元经过哈达码变成一个量子态，再用一个观测下去基本上它就会坍缩到一个结果嘛。那个结果出来之后呢，我希望它能放到这个 binary 的语料里面去，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去建我们的这个量子电路了这电路里面呢，我们 qubit 已经有了嘛。好，然后我们就是加一个哈达码。然后呢，后面再加一个什么东西，再把 qubit 直接放到我们的观测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试着把你的什么东西，把你的电子电路把它显示出来把它显示出来。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让我们的模拟器跑8次就是说这个电路它要跑8次啦用这个模拟器让它跑8次。好，总之有2种方式一种是你跑8次收集起来，或者是跑1次，然后呢循环8次。好，所以总之呢，我们在这里有设8个循环，设个8个循环，然后每次执行电路1次。好，你可以执行电路1次执行8次。我们在这里我们是执行1次，因为每次呢，我们就把我们要的那个结果把它收到我们 binary array 里面去。然后呢，这一个电路总共执行几次？这个电路我们就让它执行8次，所以在这里看到就会有一个 range 8。好，在这个地方呢，它跑8次之后呢，它在它的这个 binary array 里面就会得到坍缩跑8次坍缩完的结果放在谁身上？放在 binary array 里面放在这个 binary 的这个语料里面。好，放进去之后呢，因为我们现在就取到二进位资料了嘛即使它只有一个位元，用一个位元去处理8次。好，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得到8次的这个二进位资料，然后你再把它转成10进位，然后你的结果就出来了。那总之我们执行一下，我们像电路只有一个这个量子位元，然后呢，电路往下走的时候，经过什么东西？经过哈达码。这个哈达码呢，它会把你的这个量子位元转成什么？叠加态所以呢，它有一部分在0，有一部分在1这个正确讲法应该是说0的比例占一个数然后那个1的比例呢也占了一个数。好，那到底是0还是1？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知道？当你下了观测之后，当你实际上去观测的时候，它就会坍缩在一个结果上面，它可能坍缩在0身上，也有可能坍缩在1身上不管是哪个结果。总之，我们把这个结果做什么事情？把它记录在我们这个 binary 语料里面。好，所以呢，电路它已经被确定下来之后呢，我们让它跑几次？让它跑8次，所以它每一次就会有一个新的 binary 进来所以最后呢，我们就直接去看一下把它的这个结果转换成10进位，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次跑是63，那下一次跑呢，不一定是63，这次变1在9再下一次呢，再下一次就变成44总之每次数都不一样。这一招学起来它的好处是什么？如果有人要求你产生一个更大的数量，这个数量刚好超过什么？超过你可以这个掌握的量子位元的数量的时候，这个如何有效的去节约你的量子数量的这个方法就很重要了好，比如说了如果我现在需要产生更大的例如说我这个不要跑8次连80次都跑得出来80次都跑得出来。然后为什么80次都跑？因为它每次只做1次每次量子位元在电路里面它就只跑1次，所以它跑那一次基本上呢，它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就因为它是反复做它就可以根据你的需求你需要几次那就跑几次好，所以它这里就是随机产生一个
非常大的数字了哈。OK，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